我現在交朋友，我就看他的经濟狀況，我就看他有沒有錢。我跟你講，你不要覺得我說的俗啊，你去交朋友，你不需要看他的人品怎麼樣啊，你也不用去看他到底會不會講話，或者說表達能力行不行，你不用看，你就看他的經濟狀況。你信我的，跟有錢人玩只會越來越有錢，跟窮人玩你只會越來越窮啊！不管你是交朋友，或者說你是找對象啊，哪怕你是在生意上面去找你的合夥人一起去做生意，你就看這個人他的收入他是穩定不穩定的，他到底有沒有這種現金流，或者說是不是正常的啊？再或者說他自己有負債，那也不可怕，這個負債是不是可控的？如果說一個人他的財務狀況他是長期處於一個拉垮的狀態，你可以直接撒丫子跑路就行了，直接不要搭理他啊！这並不是說我势利眼哈，我也不是教大家去勢利眼，跟這個沒關係，對吧？人呢這一輩子他誰都有落難的時候啊，他呢誰也有這種遇到困難的時候啊，或者說誰都有借錢的时候啊，手頭緊的這種人呢，其實是可以去體諒，也可以去就是幫他一把，這個倒沒有任何關係啊。我說的這種經濟狀況糟糕的是長期處於缺錢的一種狀態啊，常年就是左手倒右手啊，常年就是我用对吧，左邊拆東牆補西牆，就這樣的人一定要遠離啊，並不是說我有多麼冷漠，我創業這麼多年以來也被這樣的坑過，也看過這樣的人他的下場怎麼樣啊，所以說就是財務狀況亂的這種人就是這種人他一般都是沒有太好的這種下場啊，包括你看现在互聯網上有很多消息也都是暴露出來的，對吧？被朋友坑的掏空了一輩子的積蓄啊，或者說談個戀愛結個婚，結果被擼網貸，完事之後背上了一身的負債，對吧？甚至還有人呢，因為你掙錢了，他沒掙錢，你們的貧富差距過大，然後給自己招來了這種的是是非非啊，全都是這種人造成的这种，在這種人身上造成的這種結果。就他的財務狀況如果是混亂的啊，如果他一直是負債的，或者說一直是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如果是這樣的那麼這個問題一定是這個人身上他最小的一個問題。你記住我說的這句話，真正要命的是什麼？是長期處於缺錢的這種人的思維上面他是扭曲的，他的價值觀也是混亂的，他做事沒有任何的底線啊，他是這一輩子都是賺不到錢的，真的是這樣。他留不住錢的原因就是他的這個價值觀的扭曲，他也長期賺不到錢。如果說你越是跟這種人走得越近，那麼你的下場只有一個，就是你越被這種人去拖累，他會不斷的依附在你的身上去吸你的血啊，对吧？無限的去拖你下水。那麼你想要如果說過一個安定穩定的日子啊，不想要給自己這一輩子惹一身的麻煩的情況下，你見到我上面說的這種人，最好就是撒丫子跑路，這是最好的一種結果，對吧？我現在交朋友就看3點。如果說他是靠網貸借貸去維持自己的這個生活去過日子的，那你看現在這個年代，咱不說別的，這個花唄借唄這個網貸各處都是到種的渠道都可以拿到資金，對不對？那如果說一個人他但凡是有那麼一點點的信用的存在，或者說他有那麼一丁點的能力，哪怕是一丁點的能力那麼幾百幾千他肯定不會開口去找別人去借，對吧？如果說幾百塊錢他都是張口閉口去找別人去借，那麼這個人注定就是習慣性的喜歡透支人情，而且不把人當回事兒啊，他的信用早就被這個社會刷爛套了，对吧？騎個共享单車都骑不了啊。那麼在錢這個上面呢，他也是一定是沒有信用的，一定是這樣的，人品一定靠不住。所以說你就看他經濟狀況，如果說是這樣的人，你就直接跑就可以了，你不要搭理他。包括你結婚呢，对吧？也是一樣的呀，找合夥人也是一樣的呀，对吧？找合夥人一起創業也是一樣的。這個找對象談戀愛甚至比這個找合夥人創業它是更重要的更泛濫成災的。為什麼？你看談戀愛，比方說你馬上要談結婚了，对吧？你不要光看到這個人表面對你是有多麼的溫柔，看到他的嘴对你說話有多麼的甜，看這個沒有任何意義。你看什麼？你看他的徵信，你看他的負債，對吧？他對你好不管用，對吧？他徵信是黑的，負債一大堆，有什麼意義呢？直接完球，对吧？那麼你看財務狀況，一旦就是你去做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的，尤其是婚姻這個跟信任不信任是沒有任何關係的這是什麼？這是成年人最基本的一種自保的方式對吧？是對你自己人生最大的一個負責你就像我上個視頻我已經給大家講過了，什麼錢該花，什麼錢不該花，對吧？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
什麼錢能用，什麼錢它不能用，它是一個道理的，对吧？都是不变的，对吧？那我前段时间呢，我记得我还看到了一段視頻啊，這個視頻說結婚之前呢，那咱倆什麼都是好的，男生呢對女生也很好，那結婚之後呢，對吧？直接坦白了身上所有的債務，結果呢，兩個人的婚姻就過得一地的雞毛，一塌的糊塗啊！這個男的婚前啥事沒有，婚後莫名其妙背了100多萬的負債。我相信你肯定也刷過這個短視頻哈，對吧？多少人就是婚前都是稀里糊塗的，婚後他是背上了幾十萬的債務，對吧？而且這幾十万還是隱形的債務，你並不知情，知情還好一點，是吧？那麼想翻身，那你就難上加難了啊，幾乎是不可能的，一輩子就幾乎就被他拖垮掉了啊！再就是一种就是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你就直接跑就行了。为什么？人这一輩子最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1年學說話，一輩子學閉嘴。但是很多人學了一輩子的閉嘴，他都學不明白，對吧？管住自己的嘴，不要亂講話，不要去漏財，不要曬自己的家底，掙貸多自己也不要輕易的去說，能活得下去就可以了。不要去曬你的收入、存款、你的投資狀況、你的投資情況，不要去講，不要逢人就講啊！你記住啊，沒有一個好人，除了你的父母，不要去講，不要到處去炫耀。為什麼？你看，長期處於缺錢，他這個心態他是失衡的。那這樣的人一旦他是失衡的狀態，那麼你手裡如果有錢，或者說你能夠掙錢，那麼你在他的眼裡就相當於一個免費的提款機，對吧？那麼就是一個他備用的錢包啊，對吧？你不借給他，他還會翻臉，他會詆毀你，對吧？人家每天只會整夜整日的去琢磨我怎麼從你身上去薅點，他只會想這個。所以說管不好錢的人一定是管不好自己人生的財務的，對吧？乾淨的現金流啊，或者說這種穩定的人、自律的人、踏實的人、三觀正的人，那麼他的日子一定是過得越來越穩的。這兩個是完全相反的，對吧？如果說你連自己的收入和你的負債你都理不清的人，你都搞不明白的人，你就千萬不要指望着就是靠譜做人，對吧？千萬不要指望着這種人去靠譜做人啊，或者說靠譜做事啊。所以說有一句話怎麼講的，叫識人先識財，守財先守人嘛，對吧？遠離爛人、爛事、爛圈子。爛圈子的人只會把人進行相對比。我就特別不明白啊，就那種總把自己和別人去做對比的人，真的我認為就是蠢人。我就拿這個創業給大家舉個例子，其實很簡單。比方說，如果說你看，假如我現在鼓勵大家去創業，對吧？去做一個生意，然後呢，身邊肯定就有很多人講，你還鼓勵人家去創業呢？你就看現在這個情況，10個人創業，8個人得栽在裡邊，對吧？8個都得倒大霉，8個都得虧錢。然後呢，這8個人的負債怎麼樣的，對吧？10個人裡邊8個破產，對吧？這就是爛人裡邊的對比。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你看，對比它其實是一個在數學上叫做統計學的概念，對吧？它有統計學，它才會產生對比。你比方說，你跟隔壁的這個人去創業，你2個人做了2個完全不相關的一個業務，那麼2個完全不相關的事項，對吧？你創你的業跟他不一樣，他做的行業跟你也不一樣，那麼這個東西，這2個東西你感覺它能放在一起嗎？它放不在一起的，它完全不相關的事件，沒有概率這麼一說，對吧？那不是自己算自己的這種概率性的問題嘛，對吧？啊，我跟我自己比啊，或者說我去創業這件事兒，那成功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失敗一半成功，50%，對吧？我要麼成，我要麼失敗啊。但是呢，你會發現，就是我在這個做的過程中，哪怕我是失敗了啊，如果我失敗了，那是不是我也學到東西了呢？對吧？你就很難說你是100%的失敗。就這個道理。那如果說你要去做對比，那麼你就要用這種統計學的概念去做對比，那你就得固定住一個固定的這種的人群和範圍的圈值。你比如說你可以做統計啊，那麼你想对比嘛，對吧？你比如说以電商為例子，你做電商的人在2026年沒有倒閉的還有多少，對吧？你如果說你做對比的話，你就需要準備很大的一個前提是什麼？就是還有一大類人，你把這類人都框進去，對吧？所以說他總是拿自己的人生的境遇跟別人去比啊，說我這個都30歲了，35歲了，我怎麼樣啊？我都30快40了，我咋地？那問題是，你們看，就是比方說我們上學的時候，我們要把2個東西進行做對比的時候，對吧？那是不是要控制好這個變量呢？所以說我說這個爛人嘛，對吧？你跟旁邊這個人，你倆的變量去創業，恨不得100%的不相似，恨不得除了你倆都是人，其他的都不一樣。那你感覺這件事在一起對比有意義嗎？
哎，那不一樣啊，对吧？沒有意義啊。但是爛人他就會做對比啊。那如果說你一旦陷入到了跟別人去對比的這個陷阱裡邊，那你的本能就是在告訴你一件事，就是這件事對我沒有利，對吧？你考慮考慮，是吧？所以說你說我能開心嗎？比如說你在一個公司上班也是一樣的呀。你現在在公司上班，那如果這個公司的老闆呢，按照這個業績給這個員工做了一個排名啊，做完排名，這不是因為這個公司想，對吧？他是想看怎麼樣，他只是這個公司的老闆想看這個員工誰的業績比較好，然後他從公司的角度去看，然後想去重點培養誰，對吧？看看他是不是能夠培養成一個銷售的經理，或者說區域的經理，对吧？那麼你再考慮這個銷售組長呢，對吧？那銷售組長呢，那他又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個有利的這件事，對吧？那從你的角度去看，那麼你為什麼要陷入這種循環呢？這個道理很簡單，對吧？所以說正確的事，如果說這件事對我有利，他比如說在我考察的這一些銷售的技能裡邊，有些東西我確實是沒有的，對吧？有些能力我確實不會，那麼我可能會花時間去學，對吧？這個沒問題。但是他如果說到達了一定的程度，那麼這件事如果說对我的身心造成了一種摧殘，各位，而且這些知識它本身就是它不需要的一個知識，那麼你就会停止就行了呀。那我起碼我就会停止，我寧願花1個小時，我去，對吧？我去健健身，我去跑跑步，我去打個遊戲，它不好嗎？是不是這個道理？對吧？你看那個馬雲，對吧？他數學不就高考考了1分是吧？那他為什麼他不在乎這件事？很多大佬都不會在乎這些偏科的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他的思路就跟我上面給你講的這個思路是一模一樣的我從來不會，我這件事我不會，可以沒問題，那我就雇一個會的人來幹這件事，我只需要就是幹什麼呢？只需要拉長我自己的優勢就可以，我的弊端讓別人來給我彌補，對吧？我只跟我自己比，所以說就是一個經濟狀況不好的人，只是他身上最少的一點問題，我講的他壓根聽不懂。所以你交朋友，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經濟狀況到底是是可以還是不可以的，你就看這一點就可以了。這就是如果說你在交朋友，在做生意這個路上，你就看他這個人的財務狀況怎麼樣，那麼這就是你招財的唯一的途徑。